Hello， 大家好，我是9N，我是汉娜。今天我们要开箱什么产品呢？今天要开箱的产品跟节电有关哦。最近啊，电费一直涨，然后我们又一直开冷气，收到账单是不是有吓到？真的，所以啊，这种节电相关的产品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科普开箱购，一起轻松聊科普。这是什么？看起来有点像垫板哎，有点像手机贴膜。我说它薄薄的一片，其实就是南亚公司他们所制造的南亚冰库膜哦，它可以用在汽车啊，或者是大楼，可以节能，而且又可以遮阳哦。我听说有一些隔热纸啊，就是虽然说是低透光，可是好像都很黑很暗。但这一片看起来还好哎。没错，那关于这个冰库膜详细的资料，我们就去实地看看喽。这是什么地方？太阳也太大了吧！热到眼睛又张不开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北回归线以南的高雄鹿竹，这里是南亚冰库隔热纸的展示中心哦。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看到南亚隔热纸的一些原理呀，还有一些施作的方式哦。啊，真的吗？好期待哦！那我们赶快来看看南亚冰库隔热纸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吧。走。好，那我们就请专家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冰库膜到底有分哪几个系列，跟它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南亚冰库最主要是分4款汽车系列，跟我们1款的建筑系列。汽车系列分别是我们的 A9、TOP、GT 跟我们的 Victor 4款系列呢，差别是在它的红外线阻隔，给消费者不同的选择跟搭配啦。简单来讲，我手上这有2款，这是我们的产品。这款是我们的 A9的 N70，所以它的透光度是70%，那红外线阻隔是95%。那我们同样这一款是我们的 GT。G08 红外线阻隔是只有60%，但是它的透光度大概只有8%左右。这2款的隔热是相同的，一个是阻隔红外线让光进来，一个是阻隔光让红外线进来。刚刚提到的玻璃透光率，其实现在很多国家法规都还蛮严格的嘛。比较先进国家大家都要70%，那比较严格的英国呢要有75%哦。为什么呢？是怕他们在里面做坏事吗？还是怎么样？全世界汽车出厂都有一个标准在，玻璃的部分前挡一定是要大于70%的透光啊。主要就是看各国的国情不一样，因为像日本地区他们喜欢晒太阳，所以他们通常不会去贴隔热纸。亚热带啊，或者东南亚地区天气太炎热了，所以一定会是需要这个产品。贴了我们的隔热纸，除了可以隔热，还可以节能减碳啊，舒适度会比较好。但是呢，在我们的营业车辆，包含我们的游览车啊，或是计程车，那就禁止使用隔热纸哦，怕有人在外面哦，真的是会有绑架的问题。所以政府对计程车这一块管制的是十分严格。东南亚地区，或者是说有一些南美洲地区，他们那边抢劫也多。那他觉得说，你一个妇女在车上，我看得到你，那我就直接去抢劫你了。对，所以他们也是会把汽车都贴得乌漆嘛黑，保护自己，然后也保护家人。刚刚听到隔热纸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看到我们旁边这台非常帅气的车子，对耶，这一台是我们的保时捷996啦，前挡是我们的 N70，可以看到它的驾驶座是会非常的明亮的。名车的车主很多都是使用我们的南亚冰库的产品，因为我们的反射率比较低，消费者啊，或者说自己在欣赏车的时候，我除了外观之后，我也可以看到我的内装，所以他们通常会选这个高透光啊、低反射的一个产品来做使用哦。没想到贴这种隔热纸的时候巧思对啊，这样子让我更好奇。那我们要不要用一些专业的仪器来测量一下我们冰库膜到底有什么样厉害的地方呢？就夏天走到外面都会觉得说皮肤刺刺的啊，是不是呢？到底是什么样的光跟什么样的波长触碰到我们的皮肤，让我们感觉到热？借由这一次的小实验，到底可见光热，红外线的热长怎么样？拍是一道光，这样子我不知道看不看得见。是热浮史吗？这一台可以精准的测试我们的可见光、我们的紫外线，还有我们的红外线不同波长的一个穿透度。隔热纸实测，残酷大对决。这一片的话，它的红外线阻隔率是93%，起码特殊波长900到1116，对，2个是非常接近的，所以代表说我这一张隔热纸是全波段的红外线阻隔，它的可见光是67，帮我放到这一片。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片全波段的辐射是多少？42。那可以证明这一片的阻隔效果反而是比我们这一片还要来得好，比较多。南亚冰库完胜，代表说它是低透光、高红外线的穿透，对不对？所以它是红外线阻隔非常的差。这个是辐射仪，数值是非常高呢126，贴隔热纸的放上去1.5、1.6， 1.5、也1.6差很多它了吧？红外线阻隔减到非常的低哦。把这一片黑黑的遮蔽可见光的，我们把它放进去。
感觉它有隔热嘛，但是它实际上差了多少？77、78。这个数值可以让你们清楚感觉到说它的辐射热量到底进来多少到室内，真正感受到多少。原来隔热纸有这么多科普小知识，现在我们就和专业的贴膜师傅一起贴这台保时捷996，贴完之后我们就一起上路实测吧。我已经跃跃欲试喽。好啦，汉娜，我们还是把器材放回去，让专业的日本师傅贴完南亚冰库隔热纸再上路吧。SGS pure, no toxins in the mix, so you know it's secure. And when it comes to explosions, we pass the CNS. Tough as nails, baby, we only deal with the best. Nanya Ice Cool, ceramic tech in the game, leading all the way. 我们现在要去永兴渔港。是的，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南亚冰库的一个视觉感，然后还有一个效果的感觉。对啊，外面太阳很大，也没有觉得很热。是啊。那其实说实在的，车子的款式啊、玻璃的大小、车顶的高度，都会影响到我们车内的温度哦。隔热纸不是万能的，它只是可以遮蔽针对玻璃车窗隔热的部分，跑车车款。那到车顶就只有一个圈套，再加上你在选黑色的车子，坐进来一定是热到不行。然后准备要贴背喽 ，Go！ 出发！哇哦，搭跑车的感觉真是太好嘞！真的，这个南亚隔热纸真的太棒了。除了在车用以外啊，我们刚刚提到的大楼里面也是可以使用的哦。对，我听说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功用，隔紫外线还有红外线嘛。像我们专家，要不要最后来帮我们总结一下呢？那我们这一次来到了我们的永安渔港，其实来这边海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寓意啦，因为我们现在除了建筑跟我们的汽车使用之外，我们开始推广到我们的渔船业，那甚至我们的游艇都可以使用我们的南亚冰库隔热纸。尤其是在海边的一些建筑啊、民宿啊，十分需要。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很热，第二个就是说海边的盐分很高，会侵蚀。那尤其是你用金属的隔热纸啊，它会被盐分给侵蚀，就氧化掉。那我们陶瓷隔热纸呢，它是非金属的一个材质，所以它不会被海水啊、海风啊淹蚀。刚刚我有听说是还有得到什么 LCBA 联盟认证，对吗？是 LCBA 是一开始我们第一家做一个隔热纸的一个低碳工法一个认证，因为其实隔热纸它不是一个建材，所以它算一个施工的工法，有点像是减碳的工法，额外增加的一个工法啦。后面我们的话持续都有做很多相关的节能认证，包含我们有跟低碳绿色发展力基金会。那我们有做第三方的一个认证，那包含就是说我们做比较，说有贴跟没有贴，我直接测试我的电费省下多少。还有我们也是第一家取得碳足迹标签、减碳标签的隔热纸品牌。对，想要节能减碳就要选南亚隔热纸。说这么多，是不是有带来什么？对，都请专家来到现场了。没问题，为了这一档节目，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小礼物要送给大家。大家在底下留言分享喽。没错没错，那一定要帮我们留言分享、按赞哦。耶！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啦。还想看我们开箱什么影片呢？欢迎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拜拜。